夏天要到了，喜欢打军推的小伙伴们，你们的战斗胸挂准备好了吗？今天给你看看我的队友小海豹他自己的胸挂配置。视频呢是在冬天录制的，但是他的胸挂配置思路很值得大家去借鉴。哇，啊，这背心还是胸挂？胸挂 ，OK。这一套东西哦，这你的保暖包，这里面这个侧包都是原品的吗？这个用的都是第三方 ，OK。这个 TMC 的吧，好像是 OK。然后包括还有 C2的一些产品。OK， cool。胸挂这个机体啊，其实就是一个法老的一个胸挂，迷你胸挂，就从背面能看出来嘛。然后有人说了，说你看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就是迷你短胸挂呢？它不是毕竟还有一个长条的嘛？长条那个胸挂载体虽然说就是原品的话，可能也都不贵出不到10美刀吧。但是我之前有一个理念，就搭配的就是什么呢？在这个设计上，你做得了减法，你才能发挥想象的做加法。因为它这个最简单的这个造型，我可以加一个弹力3连，这样的话我要去靶场干嘛的，它就不会受限制。所以说最简便的配置就可以。然后现在比如说我要是需要改这么一个电台配置的话，我就是单侧一侧电台，然后右侧呢相应对称的加了一个调情包。这个调情包我特别中意的是在于它的用途比较广。首先打开的话，它这里边因为也是2条摸林嘛，然后有分隔，有弹力，这样的话我可以往里放匣包。然后呢，我也可以，比如说需要双电台操作的时候，当一个临时的备用的电台包，然后来做。一会儿拉一半把天线支出来。对，然后最重要的呢是，我可以把我的下场的时候可以把水。它这个包好在哪儿？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弹力的绷带，所以说你装那种大型的设备的时候，它可以保证你在里面没有晃动。对，而且我放水瓶也是很紧的，很有必要当一个水瓶包嘛。然后我还做了一个小改动，就是做了一个速紧，这样的话，你就算再晃荡的一些重物，像电台什么的都没问题。这个因为这个尺寸148、152这种电台都是可以的嘛。然后这放了一个放了一个止血带，然后这儿做了一个可以挂手套啊，或者说荧光棒的一个小挂点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匣包嘛，可以做一个外置，也可以各种杂物。这个 BFG 的这个真的万能使用，对，就追加 tourniquet 或者追加一些起爆器啊，或者装手机都可以，没错，别贴弹夹了，对吧？然后胸板还是用这个法老原型 Tigris 的一个胸板，然后背面做了一个这个小方包，豆腐袋鼠袋里面那个对，放在这儿了吧？这样的胸口，这也是官方的一个推荐嘛。然后可以放一些笔记本啊、手册什么之类的东西，可以。酷。因为我现在把这个胸部的位置腾出来了，就是做这个通讯部件。我问你，如果你通讯你为了那么用的话，你那个线在外面支着的话，你怎么去生疏它？不会太支啊，因为你想它这个余量都有。那你的话，那你这个如果你比如说你耳机从这儿说，然后耳机直接就上到你的，那不会，我会尽量还是从这些地方绕一下，给它遮盖一下，对，尽量避免骨头的刮上接触。意思就是这个。然后这个的话，你就可以走这些都不用那么麻烦，直接从下边出来就行。然后我会在这儿，一会儿我会展示一下。OK， 好。上好之后在这儿就这个效果。然后先说配置吧。OK， 前面这个就不用说了，还是豆壳，但是我用的是一个内置的一弹力3连嘛。它的好处就是我把它当做一个纯的一个储物仓包的时候，我就舍弃它这个功能和位置。我里边纯粹是放东西，我可以放手套、放杂物，甚至说放充电宝，对吧？方便我的手机供电嘛。然后这儿我还绑了一条手机充电线，就是防止长时间，就是给它提供一个长时间续航嘛。然后手机壳加了这么一个，然后这里你又追加了一个，对，加了2个那个弹力带，也是为了速这个限速使用嘛。然后前面这个条形调成这个小斧包，就把这个位置就纯当成了一个医疗包用的。这种玩意带线的嘛，就是这个原型用的是那个 UCP 的一个医疗包，它那个标准的那 IFAC， 对 ，IFAC 里边那个内瓤是吧？对，然后里边用的是这个先进战地救援套装，对，这个比较很方便嘛，然后正好能收纳在里边。然后有人说了，那你要这么设置的话，那你这个弹匣你就放哪儿呢？对吧？虽然咱们现在打激光打分钟，它没有这个要求你随身携带的载弹数量，你其实加多少弹匣完全是你的参与感、仪式感。然后我的设计呢，是首先这儿可以放一个，对吧？这是附加的啊，咱不算这个发射器本体的，这儿可以附加一个作为载体，然后我还可以做一个双匣在这背面。这是 CP 的，原型是 CP，就是横置的那个，一般后腰嘛，对吧？这个标是很早以前买的嘛。我操！完了，这个一打横杠，感觉很原品的感觉。所以说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做2个横置匣嘛。横置匣的话就省了很多空间。
而且根据我实际的使用呢，它其实并不占多少的那个。但是横置拔的不会感觉是特别好的，因为我知道它横着拔的感觉。而且这个问世我刚才试了，这个反正不影响我在说战术动作，比如说弯腰啊或干嘛的，完全不影响。基本上载体是这样。然后要特别说一下的就是我给它做了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后置。咱一般知道把这个胸挂穿上的时候啊，后边也是这样的吧？然后呢，我把这个后部的这个腰束带加了个小东西，咱们先看这个。这个原型是 SS 的。SS 一个胸包，它其实跟那个 MK5，官方是这么配置的嘛，放在前胸的位置。然后它这个包比较漂亮是在于它这个前体这个弧线型，比较好看。然后作用就是什么呢？我把它当成一个后腰包用，比如说前口袋，每日坚果，对，放一些小零食什么的，补充能量啊什么的，跟这个使。然后主舱袋我做了一个其他的一个用途，就是我把它当一个 NVG。对 ，NVG 就是一个器材包，我等于说最多可以放双置嘛。而且这个小包，我也比较推荐的，就是也是自然 UCT 的吧，它是给那个 PYS 14用的，对，做的一个 Only Two 系统的一个包嘛。因为你用的是弹幕嘛，对，用的会比较好一点。而且我这样的话，我两个要给它配合在一起呢，我热成像还有这个弹幕 NVG 都可以使用。而且这个价位很便宜，最便宜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不到20块钱吧，就有卖的。反正这个大家自己去淘呗，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小推荐。反正玩东西就讲究个性价比。对，然后咱就说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啊？我这个就是穿上给大家演示的。通过2个 G 扣。对。首先你看这个，我把它这个原型改成一个 G 扣了，而且背面我加的是一个就是原型是 HL 的一个小松板。你这它的这个就上来了。对，但它这个作用的好处在哪儿呢？就是你通过这个一个载体，你可以比如说给它上一个，虽然这是4格的啊，但是你要拓展成6格，它是一个小限位，也可以用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弄2个3格的小双包，或者说你的四横的一个小包都可以，最多6横。所以说就看你的需求来使用了，这就很方便很搭配。然后你只需要在这个后腰带这个位置上做一个日字扣，甭管是金属的还是塑料都可以，就可以组成一个搭配的作用。比如我先把这弄松，扣进去，然后这样的话一收紧，它就吃住劲儿了。然后这边也是同样。小环，然后对，把那个 G 扣插进去，然后也是一收紧，这样的话它就基本能吃住劲儿了。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小腰包。对，然后我现在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小。这个后腰包的方面，有人说了，说我要这儿做器材的话，那我怎么取拿呢？对吧？那很简单，我只需要插一个，这样的话不单就单手操作了吗？ OK， 对吧？这就很方便。然后这个时候再系上。这个可以。对。然后有人说了，说那我这个时候，比如我转场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对吧？我需要进行那个大包背包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，那我肯定会挺卡腰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在这做了一小挂点，我就可以把它先临时扣在这方面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临时的嘛，因为你的这根作用的时候是为了就是完全是转场和贴形，这样的话我背这个包，我的后腰就不会受那个副包的影响。这时候再调紧就完全没问题了。然后这个时候也不受影响，因为不牵扯太多的剧烈运动嘛。然后一旦到达，比如说咱们拟定的作战区，或者说需要操作的地方，我需要进行伏击或者什么的，可以解下装备包，对吧？然后进行部署。然后这个时候调整这个。这边找到你的这边的胸挂这边的扣一插，对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兄弟们，这些改装的细节你们学会了吗？你们还想看什么样的改装技巧？请打在评论区吧。同时，如果你也有一些改装的心得想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拜拜。